今天的影片一开始，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如果我今天没有睡好，隔天状况就会很糟，觉得疲累、没有精神吗？第二，睡不着时在床上躺着也是休息，还可以多睡一点吗？第三，平日睡眠不足，可以利用周末补眠，尽量睡晚一些吗？第四，当我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，隔天一定需要早点上床睡觉吗？如果我说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，可能有人要抗议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，尤其是学生、上班族，就是这样看待睡眠的。很多年下来了，也没什么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您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刘文德医师，我会在这里分享许多有关呼吸和睡眠的科学方法，来帮助大家呼吸顺畅，睡得更好。首先，我要请问各位，一个人从小到大与睡眠改变有关的经验是如何建立的呢？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从睡眠不足开始的吧。例如熬夜准备考试、工作压力、家人生病需要照顾等等，常常会打乱我们某一段时期的睡眠模式，出现明显睡不够的情况。假设今天您原本就是一个身体健康、精神愉快、生活、工作都很顺利的人，偶尔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打乱您的睡眠时，在隔天提早上床睡觉，利用假日补眠或是白天多睡一些来恢复体力，其实是无可厚非的。因为很明显的，由于工作或生活的关系，出现睡眠不足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完全凭直觉来增加睡眠，让身体尽快能够恢复，对您的健康绝对是好的，也不至于产生什么影响睡眠作息的后遗症哦。但是明明生活上就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睡眠，可是你却开始睡不好，例如有入睡困难、睡眠中断或是容易早早醒来的情况，甚至变成慢性化，成为真正的失眠障碍。这样的话，以上凭直觉的做法，希望能够睡好睡满，就有可能适得其反哦。所以没有时间睡觉或是生病睡不好，与失眠这两件事情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前者呢，基本上我们大脑在睡眠的功能上还是运作正常的，只是没有时间睡觉，或者是生病的关系影响到睡眠品质。那后者呢，讲到失眠就不一样了哦。失眠指的是大脑在切换入睡与醒来的功能上出了状况，也就是说呢，大脑的睡眠习惯改变了，没有办法按照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律来进行，就会造成生活上面很大的困扰。所以呢，要如何改善失眠，讲的不只是睡好睡满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失眠大脑的运作，让无所适从的睡眠习惯重新建立起来。在这里呢，有3个反直觉的观念要介绍给大家，我用3个口诀来说，这样比较好记忆哦。第一，重质不重量；第二，习惯成自然；第三呢，起床最重要。第一个观念是重质不重量，也就是睡眠限制疗法 （Sleep Restriction Therapy，SRT）。这种疗法的目的是透过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，来提高睡眠的品质，也就是睡眠效率，是指实际睡眠时间与躺在床上时间的比例。睡眠效率越高，睡眠品质就越好。一般而言呢，85%以上是比较好的比例。那这种限制的做法，同时呢，也可以达到另外一个目的，也就是增加睡眠驱动力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提高睡意啦。实际上的做法是这样的。先记录1周的睡眠情况，包括上床时间、起床时间和实际睡眠时间。然后呢，就计算出每一天晚上平均的实际睡眠时间，把这个时间长度作为睡眠窗口，也就是每一天晚上允许睡觉的时间范围。那举例来说呢，如果计算出来的平均实际睡眠时间是每晚6小时，那么睡眠窗口就是6个小时，每一天晚上只能允许睡6个小时而已。那当1周内大部分的睡眠效率呢都超过85%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睡眠窗口呢增加15到30分钟，那逐渐呢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。那相反的呢，如果睡眠效率低于80%，那就要减少睡眠窗口，维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。
那需要注意的是坚持起床的时间要固定，不管平日或是假日都要遵守，而且呢要避免小睡，也就是保持晚上就寝时的睡意啦。那由于呢睡眠限制疗法牵涉到减少睡眠时间，那尽管呢它是公认的非药物改善失眠很有效的方法，不过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呢，还是需要专业的治疗师与医师的意见与小心监督，随时注意有没有明显的副作用，例如睡眠不足对身体造成的伤害。第二个观念是习惯成自然，刺激控制疗法 （Stimulus Control Therapy，SCT）。那这个观念的目的呢，是建立床和卧室与睡眠之间的正面联系，减少与睡眠无关的行为和负面联想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只在真正有睡意的时候才上床。那如果在床上呢，已经待了20分钟还无法入睡，就离开床铺与卧室，到其他房间呢做一些放松的事情啊，等到有睡意才回到卧室，准备再次入睡。那另外呢，也不能在床上做其他的事情看电脑啊、滑手机啊、阅读或工作等等。床只有用来睡觉或是与伴侣的亲密关系。与睡眠限制疗法一样再一次要强调，起床的时间要固定，不管平日或是假日都要遵守，而且呢要避免小睡。那第三个观念呢，就是起床最重要，也就是固定起床、照光加运动。那关于失眠呢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觉认为起床时呢精神不好，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关系？虽然前一天有没有睡得好是原因之一，但是起床这件事情的行为本身也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所以前面提到的2个观念，包括睡眠限制疗法与刺激控制疗法，都强调固定每天起床的时间很重要，不要因为前一天晚睡或是周末假日就更动起床的时间，让我们的生物时钟校准，时间到了就比较容易清醒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什么可以帮助醒过来的时候提神呢？有2件事情。第一个是照光，在起床后的60分钟内接触阳光20到30分钟。那如果是阴天或是不方便外出呢，也可以使用专门设计的光照设备，亮度约5000到10000 lux 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身体活动。起床后呢，做一些轻度的运动，提高心脏输出率的同时呢，交感神经兴奋度会上升，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提起精神，不会无精打采。所以起床并不是只有从床上爬起来而已，如果能够固定起床时间，再加上接受光线刺激以及肢体的活动，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让我们的大脑振作起来。就算是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得很饱，还是有精神开始一天的活动的哦。今天的影片就进行到这里。失眠这件事情，打个比方，就好像一个人跟他大脑的睡眠习惯闹别扭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很直观的尽量多睡，而是要有方法的循循善诱，透过重质不重量来累积睡意，还有正确的睡眠制约模式来建立习惯，以及呢固定起床时间，再加上照光与运动，就能够很快重新建立起原本规律的睡眠行为，恢复一夜好眠哦。之后的节目我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够好好呼吸、睡个好觉的影片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刘恩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